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，还知道他的一些名言，但提到他的学说对世界深远的影响，就很少人知道孔子究竟是谁，他究竟说过些什么，以及他为什么这样说。公元前6世纪的中国，硝烟不断，群雄争霸，君主经常被刺杀，甚至有时候是被自己的亲属所杀。孔子努力践行仁和义，并且通过他的学说成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。孔子生于富贵，却长于贫苦，因为他的父亲过早离世，孔子形成了悲天悯人的情怀，这种情怀跟随他的一生。孔子几乎不能养活他的母亲和残疾的弟弟，他做过牧人和谷仓的记账员，还有其他散工。在一个富有朋友的帮助下，他才得以在皇家档案馆学习，在那里他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。尽管那里的古籍被某些人认为是无关痛痒的陈腐之说，他们却激励了孔子。通过学习和反思，孔子逐渐相信人的性格是在家庭中形成的，并且还受到礼仪、文学和历史教育的影响。在这种方式下培养出来的人，乐于去帮助他人，通过道德而不是暴力去引导他人。为了将他的哲学付诸实践，孔子成为了他故乡所在地鲁国君主的谋士。但是在得到另一个国家送来的一群武姬后，鲁国君主沉迷女色，疏于朝政。孔子厌恶至极，辞去职务。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游历列国，他坚守着自己的信念，尝试去寻找一个值得他效力的君主，但是事与愿违。虽然自己的信念与时代的实际格格不入，但孔子劝阻君主通过残酷的刑罚和军队力量去统治国家，因为他相信一个好的君主可以让其他人自发地追随，被美德的魅力所吸引。孔子还相信从家庭中学到的爱和尊重是其他美德的基石，个人对家庭的责任有时候会取代他对国家的义务。有一次，一位公爵向孔子吹嘘他的子民有多么的正直，儿子会告发自己的父亲，原因是他的父亲偷了一只羊。孔子回答道：真正正直的父子会互相保护。在游历期间，孔子几乎都挨饿，还被短暂囚禁过，甚至有几次生命受到威胁，但他并不痛苦。孔子有个信念，命里自有安排。他教导他的学生，一个高尚的人总能在学习和音乐中找到快乐。在找寻他理想的君主失败后，孔子回到了鲁国，成为了一位老师和有影响力的思想家。他帮助塑造了中国的文化，直至今天，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名字。对于孔子的门徒来说，他是通过美德去引导他人的圣人化身。他们记录下他说的话，并最终编成了一本书，叫《论语》。今天，全世界很多人在坚守孔子的原则。尽管千百年来，他的话的确切含义一直被争论，但当他被要求用一句话去概括自己的思想时，孔子说：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这句话放到2500年后，仍不失明智。TED 正在努力为尽量多的人提供尽可能多语种的免费优质教育内容，向 Patreon 捐款，帮助支持我们在非盈利事业上的使命。不要忘记订阅本频道。